一些输出啊。这是我的，但是有点中到当，因为对手太高了。年轻人不讲武德。注意看，武僧一龙一脚定乾坤，将他的少林金刚腿发挥到了最大用处。两米巨人为了掩盖他即将输比赛的事实，他则是选择捂住裆部，指责一龙不讲武德。看到裁判上前观察伤势，韩国巨人直接跪下，台下的小美女更是笑得合不拢嘴。慢动作很清晰的可以看到，一龙踹的是崔洪万的丹田，俗称就是人的肚子。岔气的崔洪万本想诬赖一龙有踢裆的行为，结果高科技慢动作让崔洪万不仅输了比赛，还让他丢了脸。时隔3个月，韩国两米巨人再次来华踢馆，这一次他并没有直接找武僧一龙算账，而是寻觅到了一位身高偏矮的一位解放军拳王。嚣张的韩国两米巨人直接给周志鹏来了一招摸头杀。好脾气的周志鹏并没有生气，而是在现场表现出了只有解放军才拥有的气概。不管赛前崔洪万有多么嚣张跋扈目中无人，周志鹏的心态都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。毕竟周志鹏可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中国自由搏击佼佼者，打过波球对付过搏击天王克劳斯，自身所拥有的大赛经验比任何一个人都多。不过这还是周志鹏首次和身高差距那么大的选手打比赛，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恐怕这都是极为罕见的场面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周志鹏的精彩表现。红色短裤是中国选手周志鹏，黑色短裤是韩国两米巨人崔洪万。自从上一次被武僧一龙击败之后，崔洪万就像是变了一个人，整天不言不语。直至3个月之后，崔洪万不听所有人的劝阻，执意要来华踢馆，不管怎么说也要挽回上一次所丢失的尊严。于是这个重担就落在了周志鹏的肩膀上。面对眼前这个身高超过2米的崔洪万，周志鹏心里必然是十分紧张。周志鹏说：“我今天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击对方那个两肋的，就是两肋，对，是杆区。他跳起就是超手拳也很难打到对方的那个头部。对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只有击两肋，同时要加强我的腿的一种进攻。另外呢，我们在赛前也进行技术分析的时候讲，这个崔洪万他有一个绝招，因为他个儿太大了，他抓住对方的这个肩膀、头部之后，直接一提膝就非常危险。而周志鹏的2大战役，就是在去年2015年曾经战胜过世界的 K1 冠军考斯格兰的天王。在此之前，周志鹏所有的比赛经验都化为了乌有，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。崔洪万的体重能直接顶2个周志鹏，可想而知崔洪万拳头的力度究竟有多大。但周志鹏将会将缺点转换成优点，身高不占优势的周志鹏一直在迂回拉扯，快速的移动步伐加上灵活的身躯虚晃，根本不给崔洪万任何实施进攻的机会。与此同时，周志鹏也无法在第一时间实施更多的有效进攻。武术散打王争霸赛的总决赛有过这种跨级别挑战的这种先例，那么在之后这15、16年里啊，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比赛。而且双方这个级别差距太大，你看，我听一算没。其实我赛前当时已经想到了，很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比较沉闷的一个局面。因为对于崔洪万来说，这就是摆拳、直拳都很难打。对，因为周志鹏毕竟练拳击的，他这个躲闪的能力是很强的。对。到现在为止，崔洪万还一拳未出呢。我们场裁判是毛金宇两人的进攻状态一直都很消极，都不敢擅作主张发起一系列进攻招式。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周志鹏，只要周志鹏不发起进攻，崔洪万就永远没有机会发起进攻。连续的扫踢直接把崔洪万给打毛了。但面对眼前这位灵活度极高的周志鹏，崔洪万完全找不到任何一种办法来与之抗衡。亲自看，对，这一腿踢死了，很难受。对，这让我想起了1999年啊，当时内蒙散打队的格勒图第一次到美国去打这个中美对抗，就是7记小鞭腿把对方的膝盖踢坏了。那么在这个比赛里面，这只能是周志鹏所采用的一种战术，杀人战术之一，就要推对方的支撑。你看，现在崔洪万的右腿的大腿的后面，支撑腿的后面，你看已经青紫。看看这回合崔洪万有什么变化没有啊？第2回合开始了，也不知道赛事方是怎么样说服崔洪万的，竟然能连续让他在中国打无差级别的比赛，每一次都是打比他矮很多的选手。周志鹏打崔洪万很简单，也没有任何压力。经过第1回合的试探，周志鹏已经找到了如何对付崔洪万的办法。毕竟崔洪万的身高体型大，打起架来很是缓慢，多次的扫踢会严重摧毁崔洪万的站立姿态。面对周志鹏这一战术，崔洪万依然无法反抗，只能硬扛扫踢，试图拿着重拳反击周志鹏。而刚才我们看到崔洪万那是打反架，现在变成正架。对，他一看我反架，我这个右腿放前不行，踢得很疼，我再找正架，后扫踢。
周志鹏刚才也采用了我们很少见的这种扫荡腿的技术。对，他也没办法，孙焕真没办法，我就打不着他，我怎么办呢？我不是不出钱。大象可以摧毁万物，但它依然会害怕体型较小的动物。就好比崔洪万对战周志鹏这场比赛，崔洪万就是可以打败狮子和老虎的大象，但他依然会惧怕眼前这位灵活度极高的周志鹏。从比赛一开始，崔洪万就没打过几拳，并且每一拳都打在了周志鹏旁边的空气上。综上所述，周志鹏可以完全将崔洪万吊起来打，然而崔洪万却只能呆愣在原地，等待死亡的降临。常客，现在陈光也知道你要打我的干部，我夸一紧身，对，一夹一夹，你打不进来。双肘一沉一夹，你不好打。说地太滑啊，确实啊，因为今天比赛的时候在下着小雨，这个对选手还是有些影响。现在崔洪万也怕周志鹏踢他腿，对他现在崔洪万不会提膝，提不了这么大的体重，这怎么提啊？320斤的体重。再来，连续的扫踢加上击复拳，确实让崔洪万吃到了不少苦头。面对这一现象，崔洪万根本没办法制止。崔洪万既无奈又可笑，他打不到周志鹏的同时，周志鹏可以频繁攻击崔洪万的大腿，并且还可以依靠灵活的步伐移动干扰崔洪万，致使崔洪万一次有效进攻都没有打出来过。他不会腿法，对，如果崔洪万会腿法的话，那这场比赛就难说了。周志鹏一个踢腿，他这拳有点开掌的嫌疑了啊！是啊，砸下来的。就这种战术，崔洪万没有任何的招法。我摆拳打不了，我之前是从上往下打，有目标一个下滑就没了。我又不会腿法。这么讲一点也不为过。这个崔洪万现在第3回合开始了，难怪崔洪万宁愿在中国擂台上挨揍，也不愿在国际擂台上拼命。原来是赛事方给的太多了，一场比赛就可以收获50万张红色毛爷爷。然而周志鹏的出场费虽然没有崔洪万的多，但最起码也要有30万张红色毛爷爷。一场比赛的收入顶农民伯伯种一辈子的地。不过周志鹏在此之前所流的汗水是所不能忽略的，能有如今的成就，绝对少不了流的汗流的血。崔洪万急了，但是我都打不着啊！你用太快，我追不着你啊！都笑了，都笑了。这我们看的一种游戏，就是老鹰捉小鸡一样。对对对，继续扫踢对方的膝盖。既然进不去，无法勾打他这个干部。你看往下一挨身的，就真是没法打。那是崔洪万，我只能蹲下来给你打了。对，你看，崔洪万只能摇摇头，这真的没办法。我的中身高矮正好成为了周志鹏隐匿最好的武器，要么打完就跑，要么就是蹲下进行躲避。只要周志鹏蹲下，那么崔洪万就不可能命中周志鹏，除非崔洪万也蹲下。不能说崔洪万不敬业，只能说崔洪万实在是忍不住了，脸上的笑容溢于言表。要不是赛事方给的太多了，恐怕崔洪万早就在第1回合就憋不住了。因为这个崔洪万的重拳我是见识过的，当时他上一场打奥尔格勒的时候，大家都也见识到他的重拳，包括去年12月26号在上海的时候，第一次看他现场的比赛，跟咱们中国一位选手打，一拳把咱们中国选手这个当时没觉得，但打那会儿这个选手就退赛了，后来才知道鼻梁骨断了。他的力量是很大的，对，力量非常大，力量非常大。所以说他也想利用哎，拳的这种砍杀战术，但是周志鹏我就不给你这个距离。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崔洪万那个拳套啊，特制的一个拳套，你看他的拳套比这个周志鹏的拳套得大多少？对啊，站在一起了。周志鹏在崔洪万面前就如同蝼蚁，但蝼蚁完全可以摧毁一头大象。占据大比分优势的周志鹏并没有放松警惕，毕竟崔洪万的重拳拥有一招必杀的能力，真要是挨到了崔洪万的重击，恐怕周志鹏会直接倒闭，脑子也会随之而强制关机。化解了这个崔洪万那个拳法的进攻，你看你就没法打着他，就打不着。又打空，漂亮，终于能够着头了，够着头一拳，够着头了。他这头也顶周志鹏2个头大。还有最后的10几秒，13秒。
已经倒计时最后的10秒钟。这场比赛的胜负已经看出来了，已经看出来了。最终周志鹏获得了比赛胜利。本来想来滑踢馆挽回损失的脸面，结果又被周志鹏狠狠暴揍了一顿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周志鹏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